朝鲜半岛又闹腾起来了，这次可不是嘴上说说，双方都动真格的了。大家知道是为啥吗？在野今天就给你们扒一扒这事儿的来龙去脉。先说说这事儿是咋引起的。其实啊，这还得从韩国的无人机说起。10月初，韩国那边搞了个大动作，派了好几架无人机飞到朝鲜首都平壤上空，撒了一堆传单。这下可把金正恩给惹毛了。你说撒就撒吧，关键是这传单内容太损了。韩国人也是够损的，传单上不光有金正恩和他闺女的照片，还特么标出了价格，而且还贴心的把价格换算成了大米和玉米的重量。你说这不是存心找茬吗？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，传单上说金正恩戴的百达翡丽手表值1500万韩元，他11岁闺女穿的迪奥羽绒服要250万韩元。然后呢，还算出这些钱能买多少堆玉米。再也给你们算算啊，那块表能买40多堆玉米，那件羽绒服能买6吨多。你想啊，朝鲜老百姓一年才能吃100多公斤粮食，看到这传单不得气炸了。金正恩能不急眼吗？这不就等于告诉朝鲜人民，看吧，你们的伟大领袖一块表就能养活400多人一年。金正恩这回是真急了。10月13号，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就放话说，由于韩国对朝鲜首都平壤的挑衅行为，军事紧张事态一触即发，还说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已经下令前线部队做好全面射击准备。这话说的，那意思就是随时准备打仗啊。不过说实话，金正恩这波操作更像是给自己壮胆，搞个大场面给内部看看。毕竟外面没人真把他当回事。你看啊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得来点实际行动。果不其然，10月15号，朝鲜就开始炸桥了。他们把连接朝韩的2条主要道路给炸断了，西部的京义线和东部的东海线。这2条路可不是一般的路，是2018年朝韩峰会后特意修的，花了1亿3290万美元呢。现在好了，全给炸了。韩国这边当然也不是吃素的，朝鲜刚炸完，韩军就开始在边境附近搞警告射击。双方这是要玩真的呀。整个半岛现在可以说是剑拔弩张，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这片土地。不过啊，再也觉得这事儿80%还是雷声大雨点小。金正恩再傻也不至于真打仗。你想啊，朝鲜那点家底经得起折腾吗？再说了，中国这个好兄弟这次都被朝鲜叫成宿敌了，指望谁来帮忙？所以啊，这次闹腾多半还是金正恩给自己壮胆，给内部看的。毕竟金家3代传承下来，有他们的一套政治智慧。金正恩很清楚，真要和美韩打起来，朝鲜必败无疑。他要是想活命，就得学会正确评估形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韩国这次也是玩大了。你说你撒传单就撒呗，非得往金正恩家门口撒，而且内容还这么损，这不是存心要把人往死里得罪吗？说实在的，金正恩这次反应这么激烈，再也觉得不只是因为那几张传单，这背后啊，反映出来的是独裁者的深层恐惧。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，像金正恩这样的独裁者到底在怕啥？首先，金正恩最怕的就是自己人捅刀子。你别看他现在威风八面的，其实啊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没有一群铁杆支持者，他屁都不是。但这帮支持者也是把双刃剑，今天捧你上天，明天就能把你摁地上。历史上这种例子多了去了。就拿苏联来说，赫鲁晓夫不就是被自己人搞下台的吗？据统计，从1946年到2008年，全球发生了457次政变，平均每年7次。这些政变中有3/4是军方发动的。你说金正恩能不提心吊胆吗？所以啊，金正恩这些年一直在清洗自己的亲信。
从2011年上台到现在，他已经处决了300多名高级官员，包括他自己的姑父张承泽。这哥们是真狠，连亲戚都不放过。其次，金正恩怕国际社会插手，他整天叫嚣要打美国，其实心里怕得要死。为啥？因为他知道，一旦朝鲜国内局势失控，美国随时可能借机干预。你看看利比亚的卡扎菲，伊拉克的萨达姆，哪个下场不惨？金正恩可不想重蹈覆辙，所以他一边骂美国帝国主义，一边又拼命发展核武器，就是怕哪天美国真要对朝鲜动手。据统计，从1946年到2000年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了81次干预他国内政的行动，这数字吓人不？难怪金正恩整天神经兮兮的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金正恩怕老百姓觉醒，这可能是他最怕的。你想啊，朝鲜老百姓要是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，还不得造反啊？所以金正恩把朝鲜管得跟个大监狱似的。朝鲜是全世界网络管制最严的国家，没有之一。据联合国统计，朝鲜只有不到1%的人口能上网，而且还是受严格监控的内网。不光网络，连收音机都管得死死的。朝鲜规定，所有收音机必须调到官方频道，私自收听外国节目是重罪。你敢听个 BBC 试试，分分钟把你抓起来。这次韩国无人机撒传单，把金正恩吓成这样，就是怕老百姓知道真相。你想啊，朝鲜人均 GDP 才$1300左右，结果他们的伟大领袖带着80多万人民币的表，这要是让老百姓知道了，还不得炸锅？说到底啊，金正恩这些年又是搞核武器，又是清洗亲信，不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屁股吗？但是呢，他越是这样，就越显得心虚。你看看那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，哪个像他这么怕的？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退休后，穿着拖鞋短裤坐公交，跟普通人一样吃炸鱼薯条。日本前首相安倍在家自己洗衣服、刷碗、倒垃圾。德国总理默克尔自己去超市买菜，这才叫心安理得，活得坦荡。金正恩呢，整天躲在豪华别墅里，出门前后左右全是保镖，这哪是当领导人，简直就是当犯人了。再也觉得呀，金正恩这次发这么大火，说到底还是因为心虚。你要是真有底气，用得着他几张传单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次事件也给我们提了个醒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任何试图封锁消息的做法，最后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金正恩现在不就是这样吗？越是遮掩，人民越是怀疑，越是强压，反弹就越大。再说说朝鲜这次炸毁连接道路的事儿，你们知道吗？这2条路可不是一般的路。2018年朝韩关系缓和的时候，双方特意修的，光修路就花了1亿多美元。现在好了，一声炮响，全炸没了。这不是典型的宁可玉碎不可马全吗？最后啊，再也预测这次朝韩对峙多半还是虚张声势。但是呢，金正恩这种独裁统治迟早要完蛋，不是今天也会是明天，因为他们最怕的就是真相，而在这个时代，真相是挡不住的。你看啊，现在全世界都在往民主化方向发展。据统计，1974年全球只有39个民主国家，到2013年已经增加到117个。这说明啥？说明独裁统治早就不合时宜了。金正恩要是再不改，朝鲜迟早要完。你看看人家越南，不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吗？人家现在搞改革开放，经济蒸蒸日上。再看看朝鲜，整天喊打喊杀的，结果呢，老百姓都快饿死了。所以啊，再也奉劝金正恩，与其整天琢磨怎么对付韩国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发展经济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那样的话，不用你去打韩国，
你看韩国人民会不会主动要求统一？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要是你们觉得有意思，就给在野点个赞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